公司大楼突然被肛门封死，80名员工被困在了其中。然而就在所有人还在一脸懵逼时，头顶上的广播却突然响起，要求他们在半小时内杀掉2名同事，否则就会随机干掉双倍的人数。众人顿时慌了，他们想打电话求救，结果却发现所有信号都已经被完全切断。而伴随着最后一扇肛门的关闭，整座大楼都彻底与外界隔绝。一名员工急得猛踹肛门，但却毫无作用。维修工拿出焊枪打算将铁板烧穿，可肛门不仅压根没坏，甚至连表面的温度都毫无变化。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究竟是什么人竟能如此天衣无缝地将他们困在这里？几名员工来到楼顶，想要向楼下的保安求救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保安在发现他们后，竟十分淡定地喝了一口咖啡，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。显然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。然而保洁小哥却乐观地认为，这一定是公司高层设计的心理游戏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一下。可谁知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酷嗤一下，一旁的妹子就瞬间爆头而亡。紧接着大厅里也有数人当场爆头饮恨，众人以为有狙击手在随机杀人，立马慌张的四处逃散，但很快枪声就停止下来。而此时爆头的人数刚好4人，众人立马意识到广播中男人说的并不是儿戏，而且更诡异的是，他们震惊的发现遇难员工的脑袋并不是被子弹爆头，而是从内部爆炸。一旁的大壮瞬间反应过来，接着就立马跑进卫生间里，拿起一把西瓜刀朝着自己的后脑勺就用力砍了下去。原来他们每个人在入职前都被公司在后脑勺里安装了一枚炸弹，如果不赶紧将它取出，那过不了多久他们迟早都会自爆而亡。大壮忍着疼痛的不停上下扒拉，可谁知就在这时，大楼的广播又突然响起，为了活命，大壮只好赶紧照做。紧接着众人就在卫生间里找到了748个摄像头，看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密切监视着。可众人还没想到应对措施，这时广播又再次响起，而这一次对方竟要求他们在2小时内杀满30人，否则他们就会随机送走60人。这回所有人都不敢怠慢，有些人立马翻箱倒柜的寻找可以杀人的工具，而有些人则四处逃散，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。这时主管阿伟站出身来，他竟然提议众人通过年度绩效来筛选那30名该死的员工，毕竟牺牲一部分可以挽救剩下的所有人。但这一提议立马就遭到了大壮他们的反对，他们不想看到内部屠杀，于是便决定自制求救横幅来引起路人的注意。就在准备过程中，大壮不禁表示，如果能成功逃出去，就一定会去换一个安稳的工作。这时女友二翠也表示，租房子找工作就上58同城，很方便。可谁知他们刚挂上横幅，下一秒楼下的士兵就朝着他们一顿疯狂射击，同时广播里也警告几人，如果再想悬挂横幅，就立即引爆他们脑内的炸弹。无奈几人只能返回另寻他法。谁知这时阿伟突然出现，一把敲晕了大壮，接着就让保安交出武器库的钥匙，保安拒不配合扔出钥匙，结果下一秒就被一刀送走。拿到钥匙后，阿伟打开武器库的肛门，给他的同伙每人都分配了100 AK。接着他们找到所有员工，将他们全部集中在了大厅中央，随后挑选出子女年满18岁和年龄超过60岁的员工。然而这些也只有23人，还差7人才能满足游戏规则。于是阿伟便让同伙随机挑选，拒不配合的当场就被送去领了盒饭，而当初反对阿伟的大壮则毫不意外的被他们选中。紧接着被选中的员工跪成一排，一场残忍的杀戮便依次上演。然而就在轮到大壮饮恨时，大厅内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原来是一直躲在暗处的女人在看到屠杀现场后，及时赶到配电室拉掉了电闸，所有人趁机急忙逃离大厅，但还是有不少人在逃窜中被阿伟几人干掉。而且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阿伟干脆让同伙不再统计死亡人数，见人就杀。眼看二翠就要被男人干掉，这时广播突然响起，2小时已到，可死亡人数却只有29人，任务失败。接下来将有31人被随机处决，随后31名员工便在惶恐忐忑中接连爆头而亡。最后只剩下16人侥幸存活，然而游戏还在继续。这时广播宣布最后的规则十分简单，谁拿到的人头最多，谁就能活到最后。而主管阿伟在射杀了11人后稳居榜首，为了不被他人赶超，阿伟甚至就连同伙也没有放过。另一边，二翠在大厅里看到2名员工竟在遇难者的遗体上不停扒拉，原来他们取出了死者后脑勺内的炸弹，打算炸开肛门来逃出大楼。二翠认为方案可行，于是便利用广播呼唤男友大壮到大厅集合。然而这也给阿伟他们提供了绝佳的传人头机会。只见大胡子突然连开数枪，直接带走了2名酱油男，而二翠则趁机掀翻桌子将对方压住，接着举起斧头就果断送大胡子领了盒饭。不久大壮和二翠成功会合，谁知这时阿伟突然出现，对着2人就是一通 AK 扫射，结果二翠不幸中枪，很快就失血过多领了盒饭。大壮悲痛欲绝，愤怒的他一把扑向阿伟，最终将对方乱拳打死。而他也成为了最后存活的赢家。但紧接着2名士兵就突然走进大楼，将伤痕累累的大壮带到了大楼对面的仓库，而迎接他的正是广播中的幕后黑手。没想到对方丝毫不提死去的人们，反而直接询问大壮游戏后的感受。 A. Sad. B. Relieved. C. Confused.
D。谁知大壮也丝毫不给面子，反而让对方猜测他们取出的炸弹都去哪儿。原来就在出门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将炸弹偷偷的放在了士兵和男人的身上。只见对方刚反应过来，大壮便立马跑向控制台，引爆了除了自己的所有炸弹。接着他捡起手枪，打死了在场的所有实验人员。最后，他精疲力尽地走出仓库，尽情享受着自由的喜悦。然而，这时画面突然缩小，紧接着屏幕中竟出现了无数其他地区的幸存者。看来这场杀人的游戏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结束。